1902年，影史上第一部科幻电影《月球之旅》终于公开亮相。这部短短14分钟的黑白无声电影，在接下来的100年影史中获得无数观众和无数电影人的掌声，启发了许多的彩色电影。电影中经典的巨型炮弹插入月球右眼的画面，也被无数创作者致敬和效仿。究竟月球之旅的魅力在哪里？为什么它会这么经典？今天就和我们一起来聊聊《月球之旅》这部电影。月球之旅的故事开始于天文俱乐部的科学大会，一群看起来很像魔法师，但其实是天文学家的学者们齐聚一堂。此时，大会的主席巴本富伊教授向与会者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：登陆月球。这项计划立刻就引起了在场诸位学者的激烈辩论。最后，另外5位天文学家决定与巴本富伊教授一同登月。接着，有趣的一幕就出现了。在现代，我们都知道登上月球要搭乘火箭，但在月球之旅中，人们想象的登月交通工具则是大炮，也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大 N 倍之后，把天文学家塞进去，然后点火，接着砰，月球之旅就此展开。抵达月球后，天文学家就看见了第一个奇妙的景象——地出。那什么是地出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时候会看到日出。所以科幻作家就想象，也许站在月球上，我们也会看到地出。如果我们把月球之旅里面的这个画面和60几年后人类真的拍到的第一张地出照片放在一起做比对，就会发现2个画面好像还真的有些吻合。回到故事里，经过长途的跋涉，天文学家都有些累了，他们就随意打了个地铺，睡了个觉。在梦中，北斗七星出现在空中，接着一对双星、土星以及菲比也出现了。菲比带来了一场暴风雪，惊醒了6位天文学家，他们就匆匆躲进月球的陨石坑中。没想到月球内部还有让他们更惊奇的事物。天文学家在月球内部发现像雨伞一样大的巨型蘑菇，而且这些蘑菇生长的速度非常的快，一下子就长得比人还高。而正当天文学家惊讶于他们的发现时，一只长相怪异的昆虫人突然冲了出来，他是月球上的原住民，称为塞勒涅特。天文学家和月球人塞勒涅特打了起来，但最后还是寡不敌众，被五花大绑送进了塞勒涅特的皇宫中，献给了塞勒涅特的国王。所幸其中一位天文学家，也就是巴本富伊教授，挣脱了绑绳，把塞勒涅特的国王打得灰飞烟灭。一阵慌乱中，所有天文学家都逃了出来，跑回了炮弹上。而在塞勒涅特的包围下，巴本富伊教授赶紧拉住了炮弹上的绳索，让炮弹从月球的悬崖坠落，越过太空，垂直坠回地球，或降到海中。最后，大家欢天喜地地庆祝天文学家成功归来。天文学家也兴奋地向众人展示他们从地球带回来的战利品，以及他们活捉到的这个月球人。电影在一片欢乐的庆典中落幕。如果以今天的电影标准来看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其实月球之旅的故事相对简单，但在100多年前的1902年，这却是一部制作非常精良的作品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月球之旅公开放映的14年前，也就是1888年，法国发明家路易普林斯才刚拍摄出世界上第一部电影《朗德海花园场景》，全片的片长只有2秒钟，也就是大家现在一直重复看到的这个画面。紧接着1895年和1896年，卢米埃兄弟才首次公开《工厂大门》和《火车进站》2部电影。但前面这几部作品其实都更像是纪实的影片，和我们现在所认定的电影还有一段距离。直到1902年，仅仅14年的时间，月球之旅就把电影从单一连贯的纪实画面推向有叙事结构、有特效，甚至有剧组雏形的科幻电影。在叙事结构上，月球之旅参考了2部科幻作品，其中一部是儒勒·凡尔纳的《从地球到月球》，故事描述一群军火商打算把战争用的大炮改建成火箭，把人发射到太空。另一部则是乔治·威尔斯的《登月第一人》，故事描述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作家登入月球之后，就遇到了长得很像昆虫的智慧生物，他们以希腊月亮女神塞勒涅命名这些生物，称他们为塞勒涅特。
他们就是奠定了月球之旅故事基础的2部作品，这使得月球之旅拥有更完整的故事情节，而且当中对于登月的大胆想象也让整部电影更有娱乐性，更吸引观众，获得了广大的回响。如果更深入去探究故事背后的意义，就会发现有许多学者都认为月球之旅只是包着科幻冒险旅程的糖衣，实际上是一部讽刺作品。它让科学家穿着夸张的戏服，用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实不符合逻辑的方式登月。科学家抵达月球之后，更无情地攻击月球上的生命，还把这些月球人当成战利品带回地球，展示在广场中央，大肆地宣扬狂欢，凸显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忍与傲慢。特效上，梅里叶把原本只存在于文字和人类脑中的幻象，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，仿佛魔术一样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导演马丁·史科西斯在电影《雨果的冒险》采访中曾经提到，动感和情感曾经是也一直是电影的核心价值，但乔治·梅里叶提供了我们最后一把关键的钥匙，那就是魔法。他把动态的图像视为舞台表演的丰富和延伸，借此他带电影跨出巨大的一步。卢米埃兄弟让我们看见世界原本的样貌，但梅里叶则让我们看见幻想中的世界。确实，在电影产业萌芽初期，少数拥有摄影机的创作者着迷的是摄影机的拍摄功能。对他们来说，能够把巴黎街头流动的人潮保存在影像里，放映给伦敦的观众看，就已经是一大突破了。但是对梅里叶而言，他更着迷于影像变化带来的魔幻时刻，这也让他赢得了电影魔术师的称号。事实上，梅里叶不只是创造了魔术一般的特效，他本身还真的是位魔术师。他曾经在剧院公开演出，甚至用他继承到的所有遗产买了一间剧院，每天表演魔术。而且为了吸引顾客上门，他还自创了许多的魔术。梅里叶对魔术表演的热爱，成为他源源不绝的电影创作灵感。然而，根据梅里叶在自传里的描述，他其实是偶然发现电影里的魔术。某天，他在拍摄巴黎歌剧院时，摄影机卡住了。梅里叶停下来处理了这个小故障之后，摄影机又继续运作。当下他其实不以为意，但是当影像成品出炉时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他看到摄影机卡住的那个片刻，画面出现了改变，不过是眨眼的时间。原本载满乘客的公车变成了灵车，而且男人变成了女人。对梅里叶来说，这就像是新的魔术表演一样，是观众无法在舞台上见到的幻象。而这个小插曲也成了梅里叶作品中常见的定格特效，例如月球之旅中的这个镜头、这个镜头以及这个镜头。但梅里叶最知名的定格特效影片其实是1897年创作的《消失的女子》，而他在1896年的《恶魔庄园》也使用了定格特效，成为影史上第一部恐怖电影。直到今日，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影视作品中看到类似的特效，还有类似的剪接手法。而且经过后世不断的改良和变革，这种特效还是常常让我们感到惊艳，仿佛真的看到魔术一样。月球之旅中的这一幕也展示了梅里叶常用的另一种特效——交叉熔接。这种特效在影像作品泛滥的年代，可能大家已经习以为常，毫无感觉。然而，乔治·梅里叶在1904年的另一部短片《南驯服的小胡子》中，让我们看见，如果使用得当，熔接也是可以很魔幻的。在梅里叶许多大大小小的短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惊人的特效，有些特效的效果甚至比《月球之旅》更加神奇。但我认为，《月球之旅》经典的地方在于，它集结了梅里叶毕生的特效创作。我们可以看到梅里叶不断分割画面、叠加画面、淡入淡出、多重曝光，把所有的创意还有热情放入了每一帧画面中，创造各种视觉上的错觉还有幻象。而且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，这些特效都是 in camera effect， 也就是只透过摄影机，没有任何电脑处理制作出来的特效。你能想象梅里叶是怎么办到的吗？而梅里叶的成就不止在幕前，在幕后他也发展出小有规模的剧组形态。1896年间，他在巴黎郊区盖了一座电影制片厂，
这是一座玻璃打造的制片厂，让自然光无论是在白天、晚上、晴天，或是拍片最让人头痛的雨天，都能照进室内顺利拍摄。在月球之旅拍摄期间，梅里耶试图挑战他电影生涯中片长最长的电影。这部电影的成本就耗资1万英镑，换算成现在新台币是6200万。而3个月的拍摄时间也是当时梅里耶制作过最耗时的电影。这3个月里，他和演员、摄影师、负责处理布景、冲洗胶片的一些工作人员，每天处在片场里面。而且梅里耶还制定了严格的 rundown， 因为他必须赶在有日光的时候进行拍摄。这样的生活可以说，梅里耶简直就是19世纪的拍片仔始祖。他不仅身兼导演、制片、编剧、服化等多重职位，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，其实月球之旅的主角巴本富一教授也是由梅里耶本人饰演。拍摄完成后，1902年9月，月球之旅正式在欧洲和美国各大剧院上映。上映后就立刻引起了大规模的回响，观众挤在剧院前抢着买票，放映商也争相购买月球之旅的播映权。不得不承认，月球之旅确实是划时代的先驱作品，无论是在故事、特效、风格表现或幕后拍摄制作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开创性的表现和突破。即便梅里耶认为月球之旅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，但也是因为乔治·梅里耶当初在月球之旅上开创的一小步，才能让电影跨出100年的历史，陪伴无数的观众度过无数个充满想象的魔幻时刻。今天的月球之旅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介绍，欢迎底下留言订阅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